你是否曾经听过一句话：生命是一种长期而持续的累积过程，绝不会因为单一的事件而毁了一个人的一生，也不会因为单一事件而救了一个人的一生。我们该得的迟早会得到，我们不该得的，即使侥幸取巧，也不可能长久保有。这句话的出处就是今天理查努克要为大家分享的书，是由彭明辉教授所写的《生命是长期而持续的累积》。本书共分为4个部分，分别是：第一部，生命是长期而持续的累积；第二部，置业与职业；第三部，婚礼的祝福；以及第4部，人生的智慧与陷阱。今天为各位分享第一部分，生命是长期而持续的累积章节中的内容。若有兴趣了解更多内容，请支持购买正版书籍。在看完本书第一部分后，你会了解，生命是长期而持续累积的过程，不会因为一件事巨大改变一个人，因为该是你的跑不掉，不该是你的，即使侥幸持有，也无法长期拥有。而我们人生中所要追求的是人生的意义，以及懂得爱人的能力。在现今物质充裕的社会中，人的痛苦和不幸往往都来自于心灵的痛苦，而非物质匮乏所引起的痛苦。困境与抉择，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作者在困境与抉择这个章节中指出，许多人会在人生的重大抉择中患得患失，生怕一个不小心就造成终身无法挽回的局面。作者就举例，一个不被看好的 A 同学在考试考上了建国中学，而另一个在校成绩优秀、一向被看好的 B 同学，则因为失常而进入了高中第2志愿。放榜的时候，A 的一家人欣喜若狂，而 B 的一家人则陷入愁云惨雾，似乎 A、B 两人的命运就此笃定。但因为生命是长期而持续的累积， B 同学进入第2志愿后持续努力，后来成绩优异，顺利考上台大，而 A 同学在侥幸进入第1志愿后，最终跑去成大。作者就说，是你的，迟早会是你的，不该是你的，也不会长久保有。再者，人生是可以客观去比较的吗？有一天，作者遇见自己的高中同学在南加大当电机系副教授，被清大聘请回台开设短期课程。他的高中同学很用功，在专业领域有所成就，不过却也不曾分心去涉猎任何课外的知识。相较于作者，自高中1年级开始就不曾放弃自己喜爱的文学、书法、艺术、哲学等领域。于是作者的太太就问作者，如果自己当时肯全心专注在一个研究领域，是否至少可以赶上这位同学的成就呢？作者认为，自己在文学等领域所获得的满足程度，已经远非他人所能理解了。两个性情完全不同的人，注定就是走不一样的路，不该得的东西，注定是得不到的。也不用随便拿2个人来做比较，因为你只看得到他得到的，却看不到他失去的。这样子做比较，其实没有意义。不后悔的人生，光鲜亮丽背后的牺牲。再来，在不后悔的人生这个章节中，作者讲了一个托尔斯泰小说《伊凡·伊列区之死》的故事。伊凡是个高等法院的检察长，从小聪明伶俐，善于察言观色，工作不但优秀，太太也很漂亮，是人人称羡的人生胜利组。但在他光鲜亮丽的背后，其实他爱慕虚荣的太太一点也不爱他，跟他交往结婚，只是因为2个人地位相当。后来伊凡生病之后，同事之间都在打听他的缺席有没有可能带来升迁的机会。在这个故事中，连结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只是社交上的利益，根本没有所谓真切的关怀，因为大家都活在别人的期许和羡慕中。作者指出，我们很多人穷极一生，也是在追求这样看似光鲜，但其实贫乏的生活。争取名利、权势的过程，必定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心力。不过相同的，与家人相处、陪伴子女成长，同时也需要爱的投注与时间的付出。爱是需要沟通、需要了解、需要长时间去培养的能力。在工作中埋首苦干，
努力求表现、辛苦付出的同时，你是否有关心到孩子的成长、孩子的心理状态，或是另一半的寂寞、惶恐、忧虑，以及喜悦与感动的时刻？绝大多数的人其实都和伊凡一样，穷极一生追求表面上的荣耀，虽然会换来许多陌生人新鲜的眼光，但却换不到身边人真心的善意与对待。活着为了什么？在活着为了什么这个章节，作者提了一个大哉问：活着是为了什么？很多人以为活着就是为了追求快乐，但如果真的只是为了追求快乐，为什么有如此多人愿意挑战自我，忍受痛苦，像是跑极限马拉松、横跨极地的选手？作者指出，这是因为人活着是希望让自己的人生更有意义，而快乐的用途呢？快乐其实就只有两个用途，一是给追求意义的人偶尔休息，以便休息后继续追求意义；二是给找不到意义的人杀时间，撑过乏味的时光。许多人或许埋怨工作压力大，会羡慕钱很多的富二代，但是富二代表面上看起来轻松，其实生活重心被钱所剥夺，只有单纯的享乐和消费。其实人生是很没有意义的。也就是说，不用上班不见得是福气，真正有福的是找到可以贡献所长的工作，帮助人解决问题。工作其实是我们重要的人际网络，一旦失去工作，许多人便找不到自己活着的意义和价值。这就是为何许多退休人士发现自己退休后生活圈变窄了，生活也开始空洞起来。而活着的积极意义，不是因为纯粹享乐，是因为有爱的存在。但是爱不该只是单立在两情相悦的甜蜜中，爱需要创造，需要行动去改变这个世界，使这个世界因为自己的存在而变得更美丽，爱才会显示出它积极的意义。作者就说，老一辈的台湾人一辈子努力养家活口，表面上看似没有任何理想和精神世界，其实骨子里，他们透过自己的努力，实在地改善了子女和配偶的生活，让下一代有机会得到比自己更好的生活。这就是爱的积极意义。当一个人觉得自己一生所做的事情都很有意义时，这就是一种幸福。我其实很认同作者所说的话，也就是爱才是一切的根本。常常我们会戏称某某人择偶的条件是要有房有车，还要高薪。但当这些条件真的全部满足后，不幸福的婚姻也大有人在。或许只是因为这些条件比较好量化，所以才会成为一个指标。但是真正打动人心的爱却难以量化。寻找终身伴侣。接着，在寻找终身伴侣这个章节，作者说，结婚通常是恋爱的延伸，但恋爱跟结婚其实大不相同。恋爱只要两情相悦就可以，但结婚却是一辈子的相处，需要克服彼此价值观、双方亲人、文化以及价值观的差异。再来，另一半还要有体恤伴侣的能力，聆听并理解伴侣的悲伤、挫折、烦恼。不然，如果缺乏同理心，往往恋爱就变成只能同欢乐，而无法体会对方苦涩的部分。被爱以及爱人其实是两种能力。一般人会在恋爱中寻找被爱的快乐，以及通过被爱来肯定自己的价值。但与被爱不同的是，爱一个人是一种主动的能力，它可以突破孤独，使人可以拥有关心、尊重、肯定对方的能力。也就是说，两个人若要在一起，双方都需要有爱人的能力才行。而这爱人的能力会体现在具有成熟人格的人身上。但可惜的是，很多人都在激情过后才发现对方严重缺乏爱人的能力，或者是自己也没有要追求的人生意义，也没有愿意去了解对方的人生意义。作者建议可以试着去了解对方的不足，培养对方爱一个人的能力，以及探索人生的意义。否则，勉强在一起，可能也只是加深彼此的冲突与痛苦。因此，若只有爱恋而缺乏尊重，那就只是情欲而非爱情；但若只有尊重而没有了解，那又是貌合神离。只有尊重加上了解，才是终身相守不可或缺的条件。财富的意义与迷思。
在这个章节中，作者举出了一个有趣的故事。他说，有个朋友创了一个高科技公司，有天接到一大笔订单，确定每年可以入账10亿元。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在晚餐时刻给他的儿子们一人一个精美的相框，相框里是一篇综合分析文章，分析美国许多富二代因为家里太有钱，找寻不到人生意义，吸毒而横死街头的综合报道。然后他清楚跟儿子们说，为了让你们可以好好上班，找寻人生的意义，我绝对不会把一分一毫的财产分给你们。其实，在社会上也可以看到许多例子，太早成名的年轻人无法管理自己的欲望，而沉溺于毒品或者是性的例子。作者指出，在没有能力启发孩子享乐之外的意义时，还是不要留给孩子超出他能力所能支配的财富。作者就说，享有的能力和拥有的能力是不同的。真正的快乐来自于享有，而非拥有。我们拥有的能力越多，享有的能力反倒可能越差。怎么说？像是现今物质充裕的社会，以前只有王公贵族才能请得起交响乐团，现在只要几百元便能买到一张 CD。但若是缺乏享有的能力，这个交响乐团的音乐，纵使再容易取得，也不存在你的世界当中。在现今物质充裕的社会中，人的痛苦和不幸，往往都来自于心灵的痛苦，而非物质匮乏所引起的痛苦。人生的幸福靠的是持续的努力和多种不同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，并非只是赚钱的能力。像是除了赚钱的能力外，我们还需要节制欲望、解除烦恼的能力，以及寻找自己所能认同的人生意义的能力。以上就是本书第一部的分享，谢谢你，我是理查努克，我们下次见。